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超级重磅的话题。最近比亚迪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甚至有人说它可能是下一个恒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一起来深度分析一下这个震撼整个汽车行业的大事件。这事儿得从长城汽车老板魏建军说起。这位汽车界的老江湖突然在公开场合放了个大炮，说汽车行业里的恒大已经出现，只是还没爆而已。你要知道，魏建军可不是随便什么人，这可是中国自主品牌的标杆人物啊！他这一句话，整个汽车圈都炸锅了。长城和比亚迪可是老对手了，两家在 SUV 和皮卡市场争了好多年。最典型的就是2023年长城实名举报比亚迪部分车型油箱排放不达标，那次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成了两家公开撕逼的标志性事件。所以这次魏建军开炮，很多人觉得是商业恩怨的延续，但魏建军指出的问题确实击中了要害。他说，现在的汽车行业有5大乱象：市值虚高，靠讲故事，销量数据美化，财务报表质量问题，恶性价格战，还有对供应商的过度压榨。这每一点都让人联想到比亚迪的现状。最关键的是0公里二手车这个概念，听起来很矛盾，对吧？新车怎么可能是二手车？简单说就是车企把新车提前上牌，在账本上记录为已销售，然后再当二手车卖出去。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很简单，为了好看的销量数据，为了股价，为了拿国家补贴。据统计，2024年全年0公里二手车市场规模超过110万辆，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车企1年的销量。面对如此重磅的指控，比亚迪的回应却让人大跌眼镜。公司公关总监李云飞直接在网上用了鬼吹灯、狗急跳墙这种情绪化的词汇反击。这种公关策略简直是灾难级别的。作为一家市值数千亿的龙头企业，面对行业质疑，应该用数据和事实回应，而不是搞网络对骂。为什么比亚迪这次的舆论管控这么失败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魏建军不是普通的网红，他是行业内部的核心人物，这种来自同行的批评具有天然的权威性。过去1年多围绕比亚迪的争议持续不断，这些积压的不满在这次事件中集中爆发。最关键的是，官方部门比如商务部对0公里二手车问题的快速介入，释放出对行业乱象零容忍的新信号。比亚迪的疯狂价格战。说到价格战，比亚迪这次真的是玩命了。22款车型集体大降价，其中海豹双电机混动版从 15.6 万直接降到 10.3 万，降了5万多，降幅超过 34%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在汽车行业，正常的促销幅度是 5% 至 10%， 超过 20% 就算大促了。34% 的降幅简直是史无前例。但要注意，享受这个价格有个条件，你得把旧车交出来以旧换新。比亚迪为什么要打这么激烈的价格战？国内市场增长开始乏力，主要是智驾平权需求不及预期。说白了，7至15万元的用户更关心性价比，对高端智能驾驶功能不太感冒。同时，吉利今年战斗力明显增强，小米汽车的横空出世也分流了不少关注度。好消息是，比亚迪海外销量一直在高速增长，2024年海外销量同比增长超过 70%， 这为国内降价提供了资金支撑。这波降价的杀伤力有多大？5月26日那天，汽车股全线暴跌，比亚迪跌了 8.6%， 市值一天蒸发几百亿；吉利跌了 9.5%， 领跑跌了 8.5%， 长城跌了 5%。一场价格战，整个行业损失了数百亿。经销商的日子有多难过？按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，2020至2023年，国内有8000多家 4S 店退网，年均退网量超2600家。今年上半年退网的 4S 店逼近2000家。
什么叫退网？就是经销商干不下去了，主动或被动地终止了和车企的合作关系。8000多家店关门，背后是多少人失业，多少家庭受影响。更可怕的是，今年上半年业绩亏损的经销商比例高达 50.8%。1至8月，新车市场整体零售累计损失1380亿元。1380亿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1年的 GDP。 截至8月，经销商进销价倒挂数字最高达负 22.8%。 也就是说，一台进价20万元的燃油车，成交价可能仅略高于15万。想象一下，你开个店，进货20万，只能卖15万，这不是做生意，这是慈善啊！比亚迪对经销商的政策确实很强硬，强制压货，给你一堆卖不出去的车型，官方说降就降，让经销商的库存立刻贬值，承诺的销售奖励经常延迟兑现，各种装修费、营销费都要经销商承担。最近山东前程集团的事件就是个典型例子，这家经销商集团倒闭，波及20多家门店。虽然比亚迪说是经销商自己盲目扩张的问题，但业内人士都知道，没有强大的政策压力，谁会无缘无故疯狂开店？比亚迪的财务真相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比亚迪的财务状况。网上有很多传言，但我们要看真实的数据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比亚迪营业收入达1703.60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36.35%， 净利润91.55亿元，增长了 100.38%， 翻了1倍。这个增长速度确实很惊人，但要注意，这是在疯狂价格战背景下实现的增长，质量如何需要深度分析。网上有些错误信息说比亚迪应收账款暴增，但实际情况是相反的。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531.83 亿元，较期初的 622.99 亿元有所下降，下降了90多亿。这本来是好消息，说明资金回笼情况不错。但深入分析会发现，比亚迪自称坚持全款提车政策，理论上应收账款应该很低才对。531亿的应收账款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可能的原因包括政府和大企业的批量采购有账期，海外经销商结算条件宽松，或者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交易。很多人被比亚迪的高负债率吓到了，最新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超过 75%。 但要看负债的结构。比亚迪的负债主要是经营性负债，简单说就是欠供应商的钱不需要付利息。这和恒大的情况完全不同，恒大是有息负债太多，要付高额利息，而且必须按时还钱。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，根据行业数据，比亚迪的应付账款天数接近7个月，远超国际平均的2至3个月。也就是说，供应商给比亚迪供货后，要等半年多才能收到钱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迪链系统是创新还是隐患？比亚迪有个叫迪链的供应链金融系统，运作方式很有意思。比亚迪凭借自己 AAA 的信用评级，给供应商开电子欠条。供应商拿到欠条后有3个选择：等到期收钱，但现金回笼慢；把欠条当前付给自己的供应商，实现债务转移；或者找银行贴现，提前换现金，但要付利息。这套系统很聪明，相当于比亚迪用自己的信用帮供应商融资，但所有的利息成本都由供应商承担。比亚迪不仅不用付利息，还能从贴现中赚取收入。这种做法在行业内很普遍，前10大车企至少有8家在玩这套。但比亚迪的特别之处在于规模和周期，规模大，7个月的账期远超同行，
整个现金流模式高度依赖这套系统。但这有个致命弱点，必须保持销量持续增长。一旦销量下滑，这套精妙的金融工程就可能崩塌，经销商回款困难，应收账款保理可能触发追索权，供应商开始催款，现金流迅速恶化。库存压力与现金流隐忧。存货期末余额为1543.74亿元，较期初的1160.36亿元增长 33.04%。1543亿的库存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比亚迪半年的营收。如果这些库存卖不出去，就是巨大的资金占用和贬值风险。为什么库存这么多？官方解释是市场订单增加，备货增加，但也可能反映了出口结算周期长，内销去库存压力大，产能扩张过快等问题。更值得关注的是现金流数据。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5.81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的 102.28 亿元下降 16.10%。这个下降很值得警惕。经营性现金流是企业的生命线，它比净利润更能反映真实的盈利质量。净利润可以通过会计技巧美化，但现金流造不了价。好消息是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80.00 亿元，主要是本期配售 H 股收到款项。简单说就是通过发股票募到了很多钱，短期内不用担心资金问题。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比亚迪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来维持运营，内生现金流能力在减弱。研发投入与技术护城河。研发费用为 142.23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的 106.1 亿元增长 34.04%。一个季度就花了142亿搞研发，这个投入确实不小。这也是比亚迪和恒大的本质区别，恒大就是纯粹的金融游戏，而比亚迪至少还在搞技术创新。从目前看，比亚迪的技术实力确实不错，刀片电池、DM 混动技术、一平台 3.0 等都有一定的领先优势。但这些技术能否转化为持续的竞争优势，还需要时间验证。国际市场的挑战与机遇。比亚迪的海外扩张确实遇到了困难。2025年4月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35% 关税，直接掐住了比亚迪在欧洲的咽喉。美国降低通胀法案，禁止中国车企进入市场，北美基本没戏了。印度、越南、印尼等国也在设置贸易壁垒，保护本土产业。但也有积极的一面，东南亚市场表现不错，南美市场有潜力，还可以通过技术授权、合资建厂等方式规避贸易壁垒。问题是，这些市场的体量和利润率能否弥补欧美市场的损失？目前看还有很大不确定性。比亚迪真的是下一个恒大吗？让我们客观分析一下。相似的地方确实存在，都有高杠杆运营，都依赖复杂金融工具，都追求规模扩张，都高度依赖政策。但根本的区别更明显，业务本质不同。恒大是房地产已经见顶的行业，比亚迪是新能源朝阳产业，技术实力不同。恒大没有核心技术，只会营销包装，比亚迪有刀片电池、DM 技术等真正的护城河。负债结构不同，恒大是高息债务，必须刚性兑付，比亚迪是经营性负债相对灵活。现金流不同，恒大主业早就不赚钱，纯靠借新还旧，比亚迪主业还在盈利，有内生造血能力。比亚迪最大的风险不是负债率高，而是增长依赖症。它的整个商业模式都建立在持续增长的假设上，一旦销量增长停滞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库存积压，应收账款恶化，供应商催款，现金流紧张，投资者信心丧失。这会形成恶性循环，最终可能导致流动性危机。谁在为泡沫买单？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代价。国家财政巨额补贴投入，但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下降。
普通消费者买到0公里二手车权益受损，经销商倒闭售后服务无保障，新车频繁降价，老车主利益受损。产业链工人面临供应商倒闭失业，经销商关门转行，价格战压力传导薪酬下降。银行和投资者承担坏账风险上升，投资损失扩大，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加。泡沫破裂时，买单的永远不是始作俑者，而是这些无辜的普通人。投资建议与风险提示：面对比亚迪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标的，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决策？看好的理由包括技术护城河、规模效应、政策支持、海外增长、盈利能力等。担心的地方有增长依赖、现金流压力、供应链风险、国际环境、政策变化等。投资策略建议：短期操作，如果股价因恐慌大跌，可能有反弹机会，但要设定止损。长期投资需要密切跟踪销量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现金流状况的变化。分散投资，不要 all in 单一标的。新能源车行业变数太大，动态调整，根据基本面变化及时调整仓位。行业未来的4个判断。展望中国汽车行业的未来，我们可以给出4个核心判断。价格战难以停歇，供需失衡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，企业为了生存必然继续厮杀，但竞争方式会更加隐蔽和多样化。黑天鹅事件将频发，体系力薄弱的企业面临系统性风险，类似倒闭案例还会出现。体系竞争力是硬通货，资金已不足以构成壁垒，研发、制造、供应链、渠道的综合实力才是核心。智能化是决战高地，全面智能化能力和落地速度将决定企业在下一轮竞争中的地位。经过这么详细的分析，我们对比亚迪的情况应该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比亚迪确实面临多重挑战和风险，但简单的称其为下一个恒大是不准确的。它既有技术实力，也有金融风险，既有增长动力，也有结构性问题。关键启示是，任何企业都不是完美的，包括行业龙头。高速增长往往伴随高风险，需要谨慎对待。技术创新比金融创新更重要，但两者都不可偏废。监管和规范是必要的，但不能扼杀创新活力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在关键转折点。像比亚迪这样的龙头企业，既承载着行业希望，也面临巨大挑战。他们的成败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，更关系到整个产业的未来。作为观察者，我们要保持理性和客观，既不盲目乐观，也不过度悲观。用事实说话，用数据分析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比亚迪会成为下一个恒大吗？我觉得概率不大，但风险确实存在。关键看它能否在增长和质量之间找到平衡，在创新和稳健之间找到节奏。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会一帆风顺，必然会有起伏和挫折。比亚迪的故事还在继续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各位觉得比亚迪的未来会如何？它能成功度过这次危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